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把耳朵与终身单身的 A-B 面撕开，当代青年婚恋观挣扎真相。几年前，肖战在《奇妙之城》特别篇的镜头前谈到家乡重庆的大耳朵，眼睛里有光。他解释说这个词很可爱，是爱老婆的表现。在外面我可以顶天立地，我可以遮风挡雨，回到家里面，我对你百般宠爱。这番话让无数粉丝心动，有人甚至直呼想嫁给重庆人当萧夫人。那是一个对婚姻充满美好憧憬的形象，一个向往着父辈那样温馨家庭生活的年轻人。然而，同样是肖战，会在另一次采访中冷静地说，如果恋爱了，我一定会公开，也可能一辈子都不谈恋爱。他笑着补充，睡觉都挤不出时间，谈恋爱想都别想。时间回到更早的2019年，当主持人马薇薇问他，你也不可能一辈子不谈恋爱吧？他甚至直接回答，那也有可能。从向往大耳朵式婚姻温暖，到坦然接受终身单身可能，肖战看似矛盾的婚恋观表述，成为了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这真的只是明星个人的情感困惑吗？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观察当代青年婚恋心态演变的一个微型标本，在大耳朵与终身单身两个看似对立的宣言之间，藏着时代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清晰烙印。时代的浪花，肖战选择背后的宏观社会图景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整个社会的变化。2013年每千人有 9.9 对新人结婚，到了2022年只剩下 4.8 对，10年间跌了 51%。初婚年龄不断推迟，一线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30岁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超过 2.4 亿人。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规模，其中一人户家庭接近1亿户。这些数据背后是多重社会力量的交织作用。经济负担加重是绕不开的话题。年轻人在等经济底气。某婚恋平台调研显示，76%的单身青年认为有房有车是结婚前提。而2023年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仍达 6.7， 意味着普通人不吃不喝 6.7 年才能买一套房。教育周期也在延长，硕士毕业就25岁，读博出来近30岁，先立业后成家成了无奈的时间差。与此同时，年轻一代对凑合婚姻的容忍度降为零。90后、00后是互联网原住民，见多了多元关系模板，宁愿单身5年，也不想和错的人浪费1年。当婚姻的情感价值成为高频词，人们开始要求婚姻提供理解、尊重、共同成长。低质量婚姻就像不合脚的鞋，穿久了莫出血，不如脱了光脚走。肖战的言论是这股时代浪潮中一朵被高度关注的浪花，其矛盾性恰恰反映了转型期的典型特征。它既承载着传统对婚姻的美好想象，又感受着现代个体选择的现实压力。镜中之相，肖战矛盾的双重属性。肖战的选择具有双重性，既是特殊职业处境的产物，又极端地映照了广泛存在的内心不易。在特殊性层面，肖战处于一个幸存者的滤镜之下，他的财富与事业自由提供了不将就的底气。工作排得密密麻麻，2024年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，发布首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我们》。2025年连续接拍3部大剧，9月底杀青谍报上部封顶后，10月无缝衔接医疗剧《小城良方》。2026年开年就火力全开，代言、剧集、春晚全面开花。这样的经济独立与事业巅峰状态，削弱了婚姻的经济互助传统功能。他的外貌与社交光环，反而可能加剧对纯粹关系的疑虑。肖战担任蒙牛旗下多个品牌的代言人，
在2025有效播剧演员榜中凭借《藏海传》位列榜首。该剧斩获2025年央八收视前10，近5年古装剧收视第一的佳绩。极高的选择权背后，是对复杂人际的审慎。作为公众人物，隐私暴露与舆论压力更让他对建立亲密关系加倍小心。他曾多次提到，如果恋爱了，他一定会选择公开，因为这是对另一半的尊重。但这种可能会对他不好的顾虑，像一道枷锁，让他把保护未来伴侣的安危置于自己的情感需求之上。在普遍性层面，肖战的选择引发着打工人的共情。对个人空间与时间的极致追求，是许多高压行业从业者的共同体验。当他说睡觉都挤不出时间，谈恋爱想都别想，这何尝不是演艺圈、互联网、金融等行业从业者的心声？长期处在996工作制度下的人，对有限私人时间的珍视，以及对婚姻可能带来的责任挤占的担忧，是相通的。现代信息环境下，年轻人对婚姻风险的理性认知也在增强。当婚姻从终身绑定转向动态选择，个体更注重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。数据显示，90后离婚诉讼中68%涉及精神共鸣缺失，00后将共同成长力列为择偶首要标准。传统"我爱你"的承诺话语正在被"我需要你"的理性评估取代。自我实现序列的优先级调整，让部分年轻人在价值排序中将个人成长、事业成就、精神世界满足感暂时或永久性的排在婚姻家庭之前。超半数大学生认为婚姻不重要，47%的女生明确不想生育，她们拒绝为了传宗接代面子或者摆脱单身而将就。静默的革命，从必婚到可婚可不婚的价值迁移。肖战身上看似矛盾的婚恋观，实则是价值观静默革命的体现。这场革命的核心是婚姻在人生序列中的位移，生活重心正经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转变。传统观念里家庭利益高于个人的模式被打破，年轻一代更注重个人感受优先。他们不会为了家庭牺牲事业或兴趣，认为只有先成为完整的自己，才能成为更好的伴侣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，当代中国大学生眼中，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，不再认为结婚生育是为获得保障，而更强调婚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。婚姻功能也在演变。过去，婚姻是经济合作社生育共同体，哪怕没感情，为了孩子，财产也能忍一辈子。现在，当女性劳动参与率达61.5%，经济独立让他们不必靠婚姻吃饭，当婚姻从生存合作社向追求情感共鸣、精神陪伴的纯粹关系演变，情感需求可以通过多元关系、友谊、爱好、宠物，甚至 AI 陪伴等部分满足时，婚姻的必需品色彩自然淡化。这就是肖战矛盾的实质。传统关于婚姻的美好理想，如巴尔多代表的忠诚与爱护，与现代关于人生路径的多元选择权，包括不婚之间的并存与挣扎。早年他认同的巴尔多观念，在今天可能不再指向必须结婚，而是转化为对任何亲密关系中都应具备的尊重、平等与责任感的推崇，即理想的关系质量比关系形式是否婚姻更重要。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自我否定，而是个体在尝试整合不同时代的价值馈赠。肖战既向往父母那样的恩爱日常，眼中闪烁着对温暖家庭的深深向往，又在现实面前选择在理智与责任之间筑起一道墙。这种挣扎是当代无数年轻人心态的缩影。选择的自由与重量，肖战的婚恋观矛盾确确实实是一个时代性症候，它浓缩了传统与现代、
个体与家庭、理想与现实在当代青年身上的激烈对话，从向往在外面顶天立地，回家百般宠爱的婚姻温暖，到坦然面对可能一辈子不谈恋爱的现实。这趟心路历程映照出的是整个一代人在婚恋观念上的重新定位。无论是肖战早年在《奇妙之城》中描述的巴尔多婚姻理想，还是后来面对镜头说出的终身单身可能，其内核都是对更高质量生活与更自主人生的追求。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结婚、何时结婚、与谁结婚，而在于选择是否出自清醒的自我认知与负责的态度。当他说在外面我可以顶天立地，我可以遮风挡雨，回到家里面我对你百般宠爱时，那是对亲密关系质量的期许。当他说可能一辈子不谈恋爱时，那是对个人生活节奏的尊重。在单身人口突破 2.4 亿、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的今天，肖战的个人选择成为了观察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。他告诉我们，婚姻正在从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，转变为可选择的人生体验之一。这种转变带来了自由，也带来了选择的重量。当不结婚成为一个合法的选项时，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我真正想要什么的更深层追问。那么，你认为终身单身是一种值得推崇的个人自由，还是一种对现实责任的逃避？来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吧。